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Edward 所见所闻的频道。炎炎夏日已经到来，长沙的户外活动实在是不合适了，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找凉快舒适的室内场所。想来想去，感觉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啦。接下来的片段，大家跟着我一起去探秘长沙的各大图书馆吧。这个店子看起来不错，挺有感觉的。从地铁站去岳麓图书馆的路必然会经过后湖，途中的景色可见一斑，一起领略吧。昨天晚上的时候还阴雨绵绵，然后雨下个不停。那个三叉戟大桥那边看江景，然后雨一直没停，然后我们穿着雨衣啊，打着雨伞啊。但是现在雨已经停了，然后因为现在是2点多嘛，还有一点点太阳。在后湖这边现在没什么人，因为大家应该是都躲在了阴处吧。后湖这边的话算一个比较不错的那个湿地，然后周边的话，有东南、武大、师大都在附近。然后这边的那个学生气息是比较浓的，像周边的应该最多的人群应该就是学生，然后年轻人也比较多，有很多年轻人也会来这边去打卡。然后给大家看哈，我刚好经过看一下，看，这边是湖中的一个小岛，然后前面有个拱桥，白色的拱桥，这边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那个网红打卡地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晚上的话会比较热闹，晚上的话有很多学生啊。或者那种比较会唱歌的人在这边唱歌，然后就相当于露天的 KTV， 然后之前抖音上还蛮火的。然后的话，如果说离这边比较近的话，可以晚上来这边江边啊散散步啊，然后这边有很多那种年轻人唱歌唱得蛮好的，可以坐在这边慢慢享受啊。这就是岳麓图书馆的一个外景。这图书馆是比较小的，大概也就3层楼左右。对，然后它是跟那个岳麓文化馆共用。说这个从外观上看，这个图书馆的建筑规模比较小，只有3层楼，其中只有1楼和2楼是图书馆，3楼是文化活动区域。1楼是少儿和报刊区域，我不太感兴趣，感觉不太适合我。2楼是正规的阅览室，这里有一些座位，而且都有插座。但是不是很多，我去的时候占座率有80%，还是能够找到空座的。观察了一下，这里的学生党居多，考研大军为主，其次是少儿，暑假的关系吧。现在出太阳了，刚才逛了一下那个岳麓区图书馆，觉得里面还不错，虽然说它只有3层，然后主要够的就是1楼那边是少儿图书馆。都是小孩子的阅览区，然后2楼的话是主体的那个阅览室，主要的人流都是在2楼。然后2楼的话应该有大量的座位，然后基本上每个座位都会有插座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我在这边待了1个半小时，然后里面的空调还是挺足的，我觉得蛮适合那种考研党啊、考公党过来。然后里面的座位应该算比较充足的，然后基本上应该占座率有80%。然后我大概2点多过去的时候，那边还有空座，里面还能坐到位。基本上，因为到暑假了嘛，因为小孩子比较多，然后还有部分周边学校的那个考研党和考公党比较多。然后目前的话，社会人士比较少，像我这种社会人士比较少，有的话也就是那种家长带小孩的这种会比较多一点。图书馆周边的话，商业不是很发达，因为这边应该是属于新修的那个文创区和科技园区，然后周边便利店啊什么比较少，虽然说咖啡馆比较多，但是那种比较接地气的饭馆啊、快餐店好像很少，这个是它比较不足的地方。这边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问题，因为我这边到这里坐地铁，包括步行，差不多也要50分钟左右。等于说来回的话，差不多也接近2个小时。就是说长期在这边打算办公啊，或者说做一些自由职业的话，有一点点不是很好。对。黄土岭这边下来。从岳麓区图书馆离开后，我继续坐4号线来到黄土岭站，3号口出来走200米左右就到了天心区图书馆。
一眼看这个图书馆，刷新了我的认知。我还以为是个宿舍大楼，因为就在中学旁边。不仅外观简陋，图书馆里面的风格也十分简约，感觉回到了大学时代。图书馆的空间非常大，座位非常多，但是人比较少。我感觉空调效果不好，进去感觉有些闷热吧。总体而言，这里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，应该不会来第二次了吧。我家这边去那个长沙图书馆的话，地铁比较不方便，还不如骑电动车。电动车大概也就半小时左右吧。现在我出发了。从我家骑电动车去长沙图书馆需要经过2座大桥，其中一个就是福源路大桥。虽然长沙今天出大太阳，但是湘江的水位有所上涨，可能是上游的关系吧。我现在已经开到那个北辰三角洲那个对面了。哇，今天虽然说太阳很大，但是其实拍出的效果还蛮好的。你看背后的那个北辰三角洲，虽然是有点乌云，但是北辰三角洲那边的平台的那个已经被淹没了。最近上游这边一直在下雨，然后导致浏阳河还有那个湘江的水位很高，那水都是浑的，咖啡色的。现在在那个长沙绘画馆里面，这3馆1厅里面跟那个图书馆都在一起。在去图书馆之前，顺便去了一下绘画馆，当天可以免费预约。进去之后发现，原来就是大型项目级的 PPT 实体模型化，有点小震撼吧。从长沙绘画馆出来，然后对面就是长沙图书馆。我现在去长沙图书馆。今天天气好好啊，里面还是很大耶。这是1楼，1楼的话应该是一个展厅，还有一些活动的那个空间。然后先去2楼看看，很大耶。里面图书馆1楼是展厅和主题活动场所，没有阅览室。2楼是报刊阅览室，里面有各类的报刊杂志，可以说很齐全。当然，最让我满意的是这里的座位很多，并且有沙发座，每个座位基本有插座，适合带电脑过来。3楼是儿童阅览室，里面的设计非常儿童友好。过去的时候感觉小孩子挺多的，可能是暑假的关系吧。4楼是常规的阅览室，空间很大，座位也是最多的，但是人也是最多的。这边的气氛感觉很凝重，基本都是考研考公居多，但也有不少小朋友。我不太喜欢这里，主要是这边很多座位没有插座。总体而言，可能是空间的关系，这里的空调不是很给力，但远比天心区要好。以距离而言，这里离我家最近，综合评价，长沙图书馆评分最高。从图书馆出来，我就去了3馆1厅的旅游码头那边逛一逛。这边的沿河风景非常不错，可惜这边的水位有点高。这是3馆1厅的旅游码头，你看那个候船厅这个小亭子已经被淹没了，然后之前那个台阶过不去了，然后现在这个候船厅已经在那个河中央了，你看一下，再看这里，这地方之前这边有个步道的，然后看这里，这个地方也被淹了。上次我还在这边来过，然后去了那个候船厅里面休息一会儿。现在回去了，这边看完了，这边水位的话，其实今天听说他们涨了一点点，因为上游那边有水流过来，其他都还好，天气还不错。虽然说有点太阳，但是下来会有雨，之后就没感觉这么热了，然后有点风嘛，还蛮舒服的。
现在是12点，今天准备去湖南图书馆，这边需要骑个电动车到地铁站。因为刚从湘雅附2的那个地铁站出来，然后现在正准备去那个图书馆，然后沿着这条路走，大概走个300-400米吧，好像不远，就在附近。这边应该是长沙的老城区了，看房子都算比较旧了。是图书馆了。湖南图书馆号称全省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，拥有100年的建筑历史了。从外观上看，这个图书馆的建筑风格偏宋元式，中规中矩，方方正正。进入图书馆内部，每一层都有一条很长的走廊。我来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里面吃午饭或者看书。阅览室一般在走廊的2侧，里面的座位不是很多，桌椅偏老式，大多数没有插座。我主要去了外文阅览室逛了一下，里面的外文报刊还是挺多的，因为这里的人比较少。常规的阅览室人非常多，很多人在书架边上看书，几乎没有空座。总体而言，我不太喜欢湖南图书馆的空间设计或氛围，加上里面的空调不是很给力，离我家又特别远，原本在岳麓图书馆的后面。看完了，我感觉这个图书馆好旧啊，然后里面的那个座位都没有插座，而且位置比较少。这市区人还是挺多的。哎呦，今天气温太高了，在外面等公交有点难受。还好这边有树荫。根据我这几天实地考察的心得，整体而言，长沙图书馆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最好的。它距离我家更近，然后空间够大，其实就是岳麓区图书馆。它周围的风景非常好，里面的空调非常给力，可以作为备选方案。然后发现的话，这几大图书馆适合人士都是比较少的，基本还是以考研考公和少儿为主。所以我的猜测不成立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可以的话，请记得点赞。没有订阅的，请记得订阅一下哦。您的支持是我制作视频的动力，再次谢谢啦。